江家父子战死沙场，护阵有功，但皇后江晨瑜居功自傲，扰乱朝局，即日起废去后位。江家上下流放北海韩礁岛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姐姐别误会，明珠无意与你争，只是江家掌海运，握船队，控粮道。皇上若再立姐姐为后，这天下到底姓萧还是姓江？皇后娘娘，皇后。萧景和，3年前，你跪在我父兄灵前，说要以皇后之位告慰忠魂。如今你有了新欢，又怕江家功高震主，就把战死沙场的人说成危险，把替你运粮守海的人说成乱臣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皇上？皇上也是为了江山安稳。你穿着我父兄用命换来的凤袍，也配说江山？皇上，姐姐这样好可怕。江晨瑜，你还当自己是皇后吗？我不要了。诸位大人记住，今日不是江家负君，是君负江家。放肆！即刻流放韩礁岛！萧景恒，你把我流放韩礁岛，是想让我死？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着，这皇位，你最好坐稳了。皇上，姐姐不会真的还能翻身吧？韩礁岛，那就走着瞧。姐，这地方怎么连棵树都没有？没树，夜里怎么生火？完了，上一批人就是冻死在这岛上的。大人，我们罗家是被江晨瑜拖累的，岛上若有能挡风的屋子，您关照关照。那间还能挡风，你们住。那屋子本该给老弱，晨瑜弟弟还小。嫂子，你还有脸争？要不是你女儿得罪皇上，我们会来这鬼地方？二婶，你刚才还说一家人要互相扶持。她当皇后的时候，怎么没扶持我儿子当个官？江晨瑜，你们住那儿。这怎么住人？夜里涨潮会不会淹进来？爱住不住，不住就睡礁石上。晨瑜啊，二婶也想帮你，可惜屋子太小。你们要是冻没了，我明早给你们盖张草席。晨瑜，没柴没炭，连口热水都没有，咱们怎么办？娘，别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？这不是死岛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没人识货的材料厂。冻迷糊了吧？满地破壳烂草也能当宝？小满，捡贝壳。娘，找干草。愿意吃热饭的跟我搬石头。江姑娘，你真有办法。想活，就别站着等死。还真捡破壳子，他以为自己是海里的王八，靠壳过冬。娘，他们今晚肯定撑不过去。撑不过才好，少几张嘴，咱们多分点粮。姐，这东西到底能干什么？贝壳烧成灰，能封墙防潮，也能做粘料。可咱们没有窑。没有窑就用锅，没有炭就用干草引火，拆废船板烧。差役说船板不许动，那船早烂了。你是想守规矩冻死，还是拆木头活着？我拆。陈瑜，你以前在京城哪儿做过这些苦活？京城那些人把我往死路上推，我总不能还嫌这嫌那。墙缝塞住，外面用石头，里面用草泥，中间留空，挡风也保暖。姐，真的不漏风了。
凉了。姐，这比京城酒楼的汤还鲜。我以为今晚要死在这儿了。我不白救你们，明天开始，捡贝壳、割海草、修棚子，按工分换饭。行，江姑娘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大人，我那侄女怕是冻死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省得晦气。哼，江晨宇还活着没有？不可能！江晨宇，你这屋子怎么弄的？想学？你说什么？拿粮来换。这东西怎么吃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你们是来享福的吗？不是说每户都有口粮吗？规矩改了，粮食先给听话的人。大人说的对，江晨瑜一碗汤收买一群人，指不定想在岛上称王呢。你胡说！他让大家给他干活，不就是想当岛主？你干什么？这粮不能吃，吃了会坏肚子。不吃就饿着。好啊。潮退了，想吃新鲜的，跟我去礁滩。他疯了！冬天的海能下，一个浪人就没了。二婶要是怕，就留下吃没粮。姐，这下面真有吃的。鼓包的是海虹，沙里有蛤蜊，褐色长叶是海带，紫黑薄片是紫菜。会不会有毒？不会认的，一定先问我。姐，这比粮袋还多。动作快，涨潮前必须回去。江姑娘，海里原来有这么多吃的。海不是死路，是粮仓。娘，我饿。不就是一锅腥汤，有什么稀罕？岛上所得，理应先交给营里。这是我们冒着寒潮捞的。你们人在流放营，就得听我的。江姑娘，从今天立规矩，谁干活谁吃饭，老人孩子按户分汤，偷懒抢食一口没有。我明天跟江姑娘下海。我也去，我会补网，我会搬石头。孩子可以吃，你想吃，明天自己下海。不能让这女人得这么多人心。那怎么办？明天断她的水。以后打水要交钱。大人，我们哪还有钱？今天就拿海货换，拿暖屋筏子换，拿海菜汤本事换。早说了，跟着江晨宇没好下场，现在连水都没得喝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陈宇，没水不行，人饿几天没事儿，没水扛不了多久。江晨宇，你不是能耐吗？你喝海水啊！对呀，满岛都是海水，你喝呀！只要有海雾，棚顶上就有水。雾也能喝？你当我们傻？船帆斜搭，下面放石槽，木炭打碎和细沙、小石子分层塞进陶缸。江姑娘，这能行吗？雾气和露水挂在帆布上，会顺坡流进石槽，过滤之后就能喝。可现在也没下雨啊。寒礁岛不缺水汽。
有水了！真可以喝！小姑娘把湖变成水了！我要抽那口气了！快点！你踢一个试试，本将不介意把你脑袋弄下来当球踢。谢少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韩椒岛有人能让流放犯吃上热饭，喝上清水，我来看看他能不能救救我那群兵。你带粮了吗？没有。没粮也行，带人。这些东西真能吃？褐色长叶是海带，能煮汤；紫黑薄片是紫菜，颜色鲜艳，带滑腻泡沫的别碰。颜色艳的别碰，带泡沫的别碰。痛死我了！江辰宇害人了！娘，我肚子疼。将军，您给民妇做主。江辰宇说海边东西都能吃，我儿子吃了就这样了。你胡说！我姐明明说过颜色艳的不能碰，谁听见了？她就是想害死我们，好独吞粮食。我说过不能碰，你偏要偷。谁偷了？海边东西又没写你名字。那你刚才为何躲在礁石后面吃？看清楚，颜色发红，叶边有细泡，揉开有粘液，这种不能入口，轻则腹痛，重则昏迷。江姑娘连这个都认得。想在海边活命，第一件事就是知道什么不能吃。我儿子要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小满，取温水，把昨天晒的海盐拿来，再拿滤过的清水。陈宇，你还救他？大人犯蠢，不能让孩子承担。从今日起，赶海队立3条规矩：第一，未经辨认的海物不准入口；第二，偷拿队里食物3日不分汤；第三，偷了东西还反咬，赶出暖棚，自生自灭。你凭什么赶人？凭他刚救了你儿子的命。记住他说的话，以后下海采食，听江姑娘。是。谢将军，你的人若想活，今晚别急着走。你要什么？人手、破网、旧锅、空粮袋。你要这些做什么？做军粮。你们水师断粮多久了？5天。5天？朝廷不给粮？粮船沉了。是真沉了，还是有人不想让你们吃到粮？水兵饿成这样，战船却还停在外海。若只是陈粮，你不会带兵上岛找吃的。北海水师守海3年，军粮月月短缺，这个月连煤米都没送到。将军把自己的口粮都分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兄弟们都得饿死。先吃。他们饿了很久，先让他们吃。那就让他们先吃。热的，这里面有肉。将军，这个顶饿比清水稀粥强多了。一群官兵也围着他转。二婶，想吃就干活，别在后面磨牙。晒透能存1个月，用盐腌过还能更久。你想卖给水师？卖。我们没银子。那就欠。陈宇，水师都这样了。娘，我救人，但不做赔本买卖。赔本的善心，长久不了。我现在给不了银子，但从今日起，韩椒岛赶海队和你的工坊由北海水师护着。谁抢你的粮，就是抢水师的命。成交。姐，咱们真要开房？
不然这么多人靠一口锅吃饭吗？想活得久，就得有规矩。割海带归1队，晒干归2队，磨鱼骨归3队，修棚烧灰归4队。每日计工，按工分粮。江姑娘，那老人孩子呢？老人编网看火挑海材，孩子捡贝壳递水，能动的都算工，动不了的按户分基础汤。说的好听，还不是想让大家给你白干活？江晨宇，你真当自己是岛主了？工分公开，粮食公开，干多少拿多少。你要的东西。锅太少，水师也穷，船呢？你还要船？没有船，怎么晒鱼？怎么运盐？怎么把军粮送上你的战船？有3艘旧巡船，不能出远海。能浮就行。姐，被肉晒出来有味儿了。水汽没散，火候不够，拿盐来。咱们哪有那么多盐？海边多的是。那些粗盐又苦又涩，军中都没人吃。因为他们不会洗盐。姐，二婶肯定又要使坏。让他去。啊？他不去告密，京城那些抢东西的人怎么知道韩礁岛有宝？娘娘，江晨瑜没死。没死？他在韩礁岛搭暖屋，收流放犯，做海菜军粮。北海水师少将军谢无度也与他有了往来。韩礁岛那种地方，他凭什么活下来？又怎么了？皇上，姐姐在韩礁岛收买人心，还和北海水师走得极近。江家本就掌航运、握船队、控粮道，若他再拉拢水师，谢无故也掺和了。是，听说他还给了江晨瑜半枚水师军服，说韩礁岛工坊有水师护着。一个废后，还敢碰军权？皇上，姐姐自幼强势，又有江家旧部支持，臣妾不是容不下她，只怕她怨恨皇上，做出不该做的事。传宋怀琛。臣在。你去韩礁岛查封江晨瑜私设工坊，收回海货军粮，断他与水师往来。皇上放心，朕要盐、粮、海路，还有他手里能收买水师的法子。臣明白。兄长，若姐姐愿意认错，皇上也不是不能给她活路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让她入宋家为妾，她的工坊、方子、海路自然就成了宋家的。娘娘放心，臣一定让废后明白，离了皇上，她连活着都要靠人赏脸。姐，有船！京城钦差，我就说皇上不会任他胡来，江晨宇，你完了！来得正好，让他先看看韩礁岛现在谁说了算。这真是盐，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能腌鱼，能做军粮，也能换粮换布。这盐若入军中，食物能多存3倍。亲兄弟也要明算账，水师要用，拿船板和铁器换。好。大人，就是他，私设盐池，收买水师，还逼我们给他干苦力。江晨宇，许久不见。我跟宋大人不熟，曾经你是皇后，自然看不上我。如今你是流放罪妇，本官亲自来见你，以示给你脸面。谢少将军，本官奉旨查办韩礁岛私设工坊，你是水师将领，最好别掺和。他的军粮救过我的兵，那就是私通水区。江晨宇接旨，皇上念旧情，不愿赶尽杀绝。只要你交出盐方、军粮方、暖屋法子，再断绝与北海水师往来，本官可以替你求情。求什么情？
入我宋家为妾。陈瑜啊，宋大人看得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你现在不是江家贵女，也不是皇后。回去告诉萧景恒，皇后我都不要了，她也配来羞辱我。来人，查封严池。江晨瑜，你敢打朝廷钦差？宋大人要是不会说人话，我不介意再送你一块盐砖。谁敢动盐池？谢无度，你为了一个废后，要跟宋家作对？我只知道，他给我的冰饭吃。大人，不好了，船搁住了！什么？大人，船底要裂了！你早知道。韩礁岛的潮1天2次，你来之前不问路，怪谁？少废话，让你的人救船。救船可以。什么？船工20人，拖栏4根，救船板80块，铁钉3斤。江晨宇，你敢这样对本官？不救了。大人，船底开封了！给，写下来。你还要字据？亲兄弟明算账，何况你这种人。收好，宋家赖账就贴到南方盐铺门口。赶海队下水。江晨瑜，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记清楚点儿。他还会来抢，抢不到盐就会封路。封码头？谁说韩礁岛只有一个码头？奉皇命，韩礁岛私盐未查清前，任何船只不得进出，违者扣船扣货。完了，盐运不出去，军粮也送不到战船上。我早说了，跟着江晨宇没好下场，大家都等死吧！你怎么每次都盼着大家死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江晨宇，你若现在交出盐方，本官还可网开一面。主码头被封，水师的船也不好靠岸。鬼礁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懂潮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每天退潮后半个时辰，北侧礁群中间会露出浅水槽，涨潮前1刻，暗流从西北往东南推，小船顺水走，可以绕开主码头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宋怀琛船搁浅那天。太险。想活，哪条路不险？给我3艘小船，10个会水的人，今晚是。陈宇，你要亲自去。我不去，没人敢走第一趟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谢将军怕了？我怕你掉下去，还得捞你。那你盯紧点儿。左桨停，右桨3下，顺水，不要顶浪。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！这条路若稳住，宋怀琛封不住韩礁岛。不只是封不住，以后这条路就是韩礁岛的命脉。看吧，他熬不了多久。宋大人，码头你慢慢守。哼，我们走。姐，咱们真能卖出去吗？能不能卖出去，看货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？盐。盐？南方不缺盐，
尝尝。不苦不涩，你这是哪儿来的？寒椒岛。那个鬼岛？什么鬼岛？那是我们寒椒第一方。我出双倍！卖我家做腌鱼正缺好盐。这盐若送到内陆，价还能翻3倍。姐，他们出价很高。第一次卖货，不止卖钱。含椒盐不散卖，我要粮、布、铁器、药材，还有旧船料。谁能换这些，谁拿货。银子不行。寒椒岛现在不缺银子，缺活下去的东西。姑娘，我有粮船，也有铁器。你若货稳，我可以长期换。你叫什么？苏燕，南方苏氏商行3掌柜。3条：第一，含椒盐不得卖给宋家名下商铺；第二，换来的粮布铁器7成送含椒岛，3成送北海水师；第三，若有人打听暗潮海路，你就说不知道。姑娘厉害，合作愉快。粮还有布，铁锅也有。小马，你终于有厚衣服了。江姑娘，这岛活了。今日起，含椒第一坊分3仓：粮仓、盐仓、工料所有进出公开记账。是。娘，咱们要不也去干活吧？干什么干？那本来就该有咱们一份儿。什么人？我知道江辰鱼的盐仓在哪儿。你若敢骗我，本官把你扔进海里。民妇不敢。他今日刚运回粮布，全藏在东滩后面的旧棚里。你为何帮我？他仗着会点旁门左术，逼我们干活，还不认我这个长辈，只求大人将来回京时，带我们一家离开。好，若今晚成了，赏你1船粮。多谢大人。就是那里。动手！东西呢？不可能！白天我亲眼看见他们往这儿搬。江辰鱼呢？宋大人找我，看见没？海上浮舱。你早知道会有人告密。他眼睛都快粘在粮袋上了，我想不知道也难。江辰鱼，你故意骗我！我没骗你，我只是让你看见我想让你看见的。宋大人深夜带人闯访，想抢军粮。本官奉命查热私盐。宋大人既然这么喜欢查，那就查个够。大人小心点儿，这也是含椒特产。别打！你还护他？他还欠我3天工。什么？偷听告密，害全坊夜里陪你折腾，罚刷延迟3天，少刷1块，不分饭。我是你二婶儿，所以没把你扔海里。宋大人，回去告诉萧景恒，含椒岛的东西，他抢不走。这个，也许你该看看。你从哪儿来的？我父亲死前留下的。这是你父亲船队的牌子。3年前他们战死后，随军船牌全被朝廷收走了，怎么会在谢少将军这里？我父亲谢观澜死前把它缝在衣襟里，临终只说了一句话：粮没沉，是被换了。什么叫被换了？3年前大战，朝廷说运粮船遇风浪沉了30船粮，前线缺粮，
江家父子战死是天灾。我们听到的也是这样。可我父亲负责接粮，他发现送到前线的粮袋外面写的是军粮，里面却掺了砂石和眉骨。真正的好粮在半路被人换走。谁换的？父亲还没查完，就被派去最危险的海口。后来他的船也遇浪没了。当年负责调粮的是谁？宋家。所以爹和哥哥不是死在风浪里，是死在他们换掉的粮里。陈宇，萧景恒知道吗？这件事只有账册能证明。账册在哪儿？当年转运粮道有3份账，一份在宋家，一份在镇海军，一份随我父亲的船失踪。那就找。姐，咱们怎么找？先把韩礁岛守住，再把在他们欠江家的账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奉旨协查韩礁私盐，即日起，韩礁岛柴船、粮船、药船一律不得靠岸。没柴，炉子怎么办？泥棚还没修完，夜里又要冻死人。江辰宇，交出盐方军粮方和暗潮海路图，本官可替你求情。陈宇啊，斗不过朝廷的，赶紧交了吧。陆翔是镇海军主将，不像宋怀琛那样容易被朝困。他封的是柴，不是火。姐，没柴哪来的火？这不就是臭泥吗？江辰宇，你别告诉我你要烧泥巴。这是煤，晒干，能烧。你也能烧？你当大家傻？傻不傻？晒干就知道。这东西真能用吗？湿泥不行，干泥炭可以。炉子要留风口，不能闷烧。你还懂炉？江家管海运，也管船上炉火。风口开错，一船人都得呛死。真着了！江姑娘，你又救了我们一次。别跪，跪多了膝盖疼。明天还要干活。你明明救人，却非要装得像收账，这样才能长久。泥潭炉不是白送，每户领炉要出人维护黑泥滩，只领不干，下一批没有。就该这样，不能让懒人占便宜。我明明让人断了所有柴船。陆将军，柴船封得不错，可惜韩礁岛现在不烧柴了。他能解一时之困，解不了粮路。那就继续封粮。今晚烧他盐池，烧了盐场，他就没东西可卖，没盐没粮，看他还能撑几天。不止烧盐池，帐篷、晒架、泥炭炉一并毁掉。是。不对，这地会陷。放下火油。你们选的这条路，白天看着平，夜里退潮后全是软泥。陆萧没告诉你们，将军只说这里没人守，没人守，我们守半宿了。我们只是奉命，奉命烧别人活路，就别喊冤。绑了，明天挂到码头，让陆萧自己来认。陆将军，
兵我没杀，火油我收下了。江晨宇，你敢扣镇海军？放人！拿铁器、船钉、干粮来换。你还敢要东西？你们夜里来烧我盐池，我白天收点赔偿，很公平。给。他在修防线。一群流放犯修的破墙有什么用？能让人心稳。断他南方商路，谁买韩椒盐，就是与朝廷作对。姐，这墙真能挡镇海军？挡不了大军，但能挡第一波冲上岸的人。能拖时间，就能让我们反击。有了这墙，晚上睡觉都踏实。破墙有什么用？朝廷大船一撞就塌。那你刷快点，塌了先拿你刷的盐池补。你想的比我这个守海的还远。那是因为你以前只想着守，我得让他们相信自己守得住。将军，江晨宇早有准备，夜袭没成，盐池还在。废物，几十个人连盐巢都毁不掉。他在修防线。我说了一堵破墙有什么用？一旦那座岛的人相信自己守得住，就不会再怕我们。派人去南方海市，断他商路。是。再传话，谁买韩椒盐，就是与朝廷作对。江姑娘，南方几家大铺突然毁约，陆骁派人放话，谁收韩椒盐，谁的船就别想过关港。南方盐铺不敢收，那谁还敢收？你是问买主？盐是好东西，但不是唯一的东西。这是鱼粉饼，鱼骨、贝肉、边角、海带碎，加盐压干，人能应急，牲畜也能吃。你想卖给马场、猪场、鸭场？他们怕关港吗？小户分散，官船查不过来，他们不买盐铺账，只看东西便不便宜，顶不顶用。第一批半价试货，换谷种、豆种、药材和棉布。姐，咱们岛上没田，要谷种干什么？谁说岛上不能种？那地白花花的，全是盐霜。洗盐、换土、压海草、混贝灰，慢慢改。这东西便宜，还真吃，比买2位牲口划算多了。韩椒第一房第一批半价，2种豆种、药材、棉布都能换。换？关港管盐铺，还能管我家鸭子吃什么？姐，真换回来了。明天开始，洗地、改土、搭苗棚。江姑娘，她牙龈出血，身上没力气。出血？这不会是疫病吧？不是疫病，都出血了还不是？小满，把豆种泡水，今晚就发芽。发芽？他们缺鲜菜。这也能吃？能。你们长期吃干粮和腌食，缺鲜菜，才会牙龈出血，没力气。哼，说的跟大夫似的。那你别吃。有股腥味儿。仅靠豆芽不够，所以要建温室。温室？岛上这么冷，怎么温？海沙烧透能出透明沙片，透光挡风，配泥炭炉可以保温。你要烧玻璃？是。火再稳些，
沙片才不会裂。你会烧？以前给江家船队补过风灯帐。江家船队，大小姐，就事以后说，先把这炉火守住。姐，真是透明的。这鬼岛上竟也能长绿叶。将军，我能上船了。好。镇海军又动了。他发现断不死我们，就该强攻。你要做什么？造自己的船。看见没有，江辰鱼做的海菜军粮吃坏了人，韩礁岛这是疫病。我就说海里东西吃多了要死人，你别乱喊。昨晚你们喝的是哪里的水？旧井，他们说集水价不够，旧井也能喝。不是海菜，是旧井脏水。你说不是就不是。小满，拿2碗水。这一碗过滤过，清。旧井这一碗，沉渣、腐叶、虫卵都有。可以前也喝井水。以前井边没人排污，现在人多棚多，脏水全往低处流，最后进井。水师，封旧井。你敢？敢！从今日起，挖排污沟，污水往礁滩外排，不许进棚区和井边。饮水只走集水架和过滤陶缸。我带人挖。我去烧陶缸。他连意乱都能压下去。将军，下一步，杀船匠，抢图纸，不能让他造船。船骨没断，能改。这破船真能打仗？能浮就有救，能转向就能活。不跟镇海军大船硬撞，我们要快，要浅，要能钻鬼礁。船头加铁板防撞礁，两侧挂湿海草帘防火箭，船尾改双舵，转向快。这像江家当年跑暗潮的轻船。果然认得江家船。3年前我给运粮船补过底，那批船装的不是沉海的粮。你见过账册？没见过账册，但我见过换船牌的人。先造船，就岸，等船下水再说。快，比旧巡船快多了。起个名字吧。韩海剑。将军，他的船下水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毁船，抢图！今晚动手，杀船匠，抢图纸。先杀老船匠，再抢图纸。有埋伏！陆萧就派你们来偷图。手！放尸杀！拿下！桌上那张是假的。想杀我这老骨头，也得想进得了门。回去告诉陆萧，韩海剑的图他抢不到，不必放回去了。你要杀？不杀，让他们去刷船底。镇海军的人总得给韩海剑出点力。
又失败了！你的人怎么这么没用？闭嘴！你将军，鬼蛟和潮水用大船压过去，他的小舰再快也挡不住镇海军。他们要强攻。海强，潮，这次看他往哪儿躲！前船压岸，攻守准备。姐，大船来了。等，再进10丈就危险。再等。哥姐，前船搁浅了！推不了，潮水从侧面推船。韩海剑，断缆！不杀落水兵，缴械者给绳。他救我们。将军他是乱臣，可他没杀人。放箭！快放箭！可海里还有我们的人，一群兵而已，烧了他的船。再说一遍。陆骁，你的大船进不了鬼礁，再打死的是你的兵。撤！姐，我们赢了！把那箱子抬下来。姐，会不会就是3年前的粮帐？30船精粮未入前线粮仓。这里写的是眉骨、沙袋、空仓补数。这些船号我认得，就是江家当年的运粮船。他们不是输给敌军，是饿着肚子被送上战场的。爹和哥哥，这是萧景亨的批字。他知道。他不只是负江家，他拿我父兄的命换他的龙一吻。账箱丢了，被韩海的人抬走了。不可能，那箱子怎么会在副船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3年前的粮道账，不能让账册离开韩教头。将军，还打？明日再攻，毁账。陆将军，今日必须毁掉账册。不用你教我。镇海军的将士，3年前海江缺粮，你们可还记得？我兄长就是那年死的，说是风浪沉粮。这里写着，30船精粮没有沉，宋家调走了，换成砂石眉骨送去前线。假的，他是废后，他恨皇上。我当然恨，我恨他负我江家，恨他拿我父兄尸口铺帝王路，恨他让战死的人蒙冤，让偷粮的人逍遥法外。可你们呢？你们的兄弟也白死了吗？我不打了，我要看账册。宋家欠海江一条血债，动摇军心者，斩！你也要反？将军，我兄长3年前也在海江。陆骁，
今日你若退，我给你的兵一条活路。不能退，账册必须毁掉。撤！陆将军，闭嘴！再说一句，我先把你丢下船。姐，爹和哥哥的遗愿，终于有人听见了。还不够。你还要什么？我要这笔账传遍大钱。江姑娘，若没有你，我们早死在寒礁岛了。你给我们饭吃，给我们水喝，还让我们有活路。北海水师愿护韩海，南方商堂愿任韩海令。江家旧船匠愿为韩海造船。韩海需要一个能让所有人听令的人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姐，他们想让你当韩海王。请江姑娘立韩海旗，请江姑娘为韩海王。陈宇，你父亲守海一辈子，你现在守的不只是江家。大钱不要我们，那我们自己活。韩海王，韩海王！萧景恒，该轮到你听见海上的声音了。皇上，韩椒盐已经流入南方，海江旧案也传开了，再不处置，天下会乱。处置？陆骁都压不住他，朕还能派谁？皇上，姐姐如今不过仗着盐和海良，只要断他名分，说他是乱臣，百姓自然不敢买他的账。皇上，不好了！南方数州盐价暴涨，京城粮商也开始抬价。为什么？韩海那边封港了。什么？江辰瑜放话，凡是宋家、皇上、镇海军名下商船，一粒盐、一片海带、一块鱼粉饼都不卖。他敢！没盐了，真没盐了。家里老人病了，大夫说要盐水吊命，求您匀一点儿。官盐没到，韩海盐又不让进京。皇上当初为什么要流放江家？听说海江两岸是真的，江蜀父兄是被害死的。若江家没被害，哪会到今天？没有盐，肉都臭了。听说北海水师顿顿有鱼饼和热汤，那是跟了韩寒王。皇上，不如先给姐姐一个名分，稳住她。什么名分？北海王妃。只要她肯回头，韩海还是皇上的韩海。传旨，让罗氏去。让罗氏？亲情总比圣旨好听。圣旨到！陈瑜啊，皇上心里还是有你的，只要你接旨，封你做北海王妃，韩海也不用再受苦了。什么王妃？他废我姐的时候怎么不说心里有她？小满，你懂什么？做王妃总比在这破岛上当什么韩海王强。皇上有旨，念江氏旧功，特封江辰瑜为北海王妃，设江氏罪卷。韩海盐粮船队归朝廷调度。江辰瑜，你疯了！清醒了吗？我父兄的命，谢将军父亲的命，海江无数饿死战兵的命，在你嘴里只值一个王妃名分。我是为你好，你是为你自己。江姑娘，这可是圣旨。告诉萧景恒，我嫌他的后宫脏。韩海封港继续，宋家船、黄烧船、镇海军船一律不放。
那普通百姓呢？平价给颜良。每户现盐2斤，鱼饼5块，病弱老人优先。真按这个价卖？韩海王说了，不赚救命钱。我孙子终于有盐水喝了。朝廷说韩海王是乱臣，乱臣能给我孩子饭吃吗？韩海盐到了，关盐铺还关着门，谁是乱臣，谁是救命人，大家心里有数。皇上，京城百姓都在买韩海盐，还有人说江姑娘该回来主持公道。她是废后。皇上，不能让她入京，她手里有账册。什么账册？什么账册？臣是说他伪造的账册。3年前的2道账。皇上，臣妾不懂什么2道账。都给朕闭嘴！皇上，韩海舰队往京城来了。京城守军未必开城，百姓会开。姐，我们终于回来了。萧景恒，轮到你还账了。韩海船队止步，再前一步，按叛军论处。他们带的是颜良，关仓不开，关盐没有，韩海王给我们活路，凭什么不让进？这是皇命，那是江家的传奇改的。你认识？3年上海江，我吃过掺沙眉骨，江家人没负我们。我弟弟昨天买了韩海盐，救了我娘。我不设救命粮，让韩海盐进城，请韩海王入京。开城。不许踩人，不许抢，老人孩子先领。老人孩子先领，按户记账。你回来了。不是回来做皇后的。我是回来算账的。江晨瑜，你还敢进金銮殿？3年前，我是从这里被你押走的。今日我自己走回来。姐姐，你闹够了吗？皇上已经愿意封你王妃，你为何还要逼到京城？宋明珠，你还穿着这身凤袍？我是皇后。我不要的东西，你倒穿得挺稳。江晨瑜，朕可以恢复你后位，也可以让江家回京。你别再闹了。后位？这把龙椅下，压着海江3万饿死战兵的骨头，压着我父兄的命，压着谢将军父亲的冤。我回来，不是要后位。我是来算账的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那就让海江救兵来认。3年前，我吃的是掺沙眉骨，这是江家船队封袋，里面装的却不是精粮。我曾为江家船队补船，真正的精粮船根本没沉。皇上，现在你还要说是误会吗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哥哥和族中长辈做的，臣妾真的不知道。明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兄长，当年你不是说只是借调几船粮吗？我哪里知道会害死那么多人？若不是你想做后卫，若不是你让我劝皇上忌惮江家，我何至于……闭嘴！你早知道。臣妾没有，臣妾只是怕江家太强，怕皇上被人压制。所以你们拿海津3万将士开刀？是他说，只要江家倒了，他就能做皇后。兄长，你胡说！晨宇，朕可以补偿你。我要我父兄活过来。
你给吗？你给不了。朕是天子，没有朕，你们谁都名不正言不顺。萧景恒，你最可笑的地方，就是到现在还以为天下靠名分撑着，百姓要盐要粮要公道，将士要军饷，要真正的粮袋，要不被自己人害死。我只要债。请废旧案，清朝纲。请航海王独审海江两岸，请皇上退位谢罪，请皇上退位谢罪。江姑娘，民心所向，军心所归，请您登位。请航海王登位，请江姑娘掌大权。先开盐仓。开盐仓，老人孩子先领，每户限量，公开记账。他不先做龙椅，先给我们盐，这才是掌天下的人。陈宇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错在贪，错在蠢，错在总想着占别人活路。二婶儿，你还会说人话？我以后刷盐池记工分，能不能也分饭？航海规矩，干活有饭，偷懒没有。我干，我干。请陛下登高台。父亲、兄长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们会看见。海江两岸重审，宋氏调粮换粮，害死海江将士，罪证确凿。宋家夺粮所得全部归还海江军属，涉案官员逐一审账，战死将士重立名册，归还清明。海江兄弟终于能闭眼了。北海水师愿守新朝海江。守海也守粮道，以后军粮进出三方记账，军中、民仓、朝堂各留一份。遵令。姐，新船牌做好了。不是给我的，是给所有靠海活命的人。以后官仓和民仓都要公开。终于有人管粮袋里装的是什么了。娘，今天咱们有工分吗？有，别偷懒，偷懒没饭。陈宇，你做到了。从韩礁岛到这里，你走得很远，还不够远。还要去哪？去每一条被断过粮的路，每一个被当成死地的土地。